这篇指南来自 MarkTech Post， 他把2026年企业级 Agentic AI 的10个平台排了个序。关键变化是 Microsoft Copilot Studio 已被16万多个组织部署，运行40万 plus 个自定义 agent。同时 Salesforce Agentforce 推出了按绘画和 Flex Credits 的计费，并把 Data 360和 Informatica 拉进了产品底座。ServiceNow 则把治理和工作流数据支进了底座，商用模式也做了重构。重要的转变是，企业决策不再是能不能做，而是选哪个平台能把流程跑通并受控的扩张。先把对象分2类讲清楚，一类是生态原生平台，比如 Copilot Studio 和 Agentforce， 另一类是框架型或编排型工具，比如 LangGraph。生态原生的优势是接入成本低，能直接用现有企业数据通路。框架型的优势是对复杂分支、回滚和审计更可控，但工程投入更大。把几个具体点说清。Copilot Studio 的规模优势来自 Microsoft 365、Teams 和 Microsoft Graph 的天然通路。Copilot 的定价也给了量化入口，200每25万 Copilot Credits 按月。Salesforce Agentforce 有2种计费，$200每绘画，或 Flex Credits 每1万为$500。Flex Credits 和 Conversations 不能在同一组织并存。Agentforce 的决策层用 Atlas 的 Reason Act Observe 循环，它把任务拆成步骤，识别数据源，执行动作，并根据观察判断下一步。Salesforce 把 Data 360和 Informatica 并入，明显是为了解决数据质量和治理问题。LangGraph 的设计把执行建模为有类型状态流的有向图，这种模型适合需要明确回放、可审计和可回滚的复杂分支。ServiceNow 则把治理变成平台底座，适合监管合规要求高的场景。这里有一个内行人会先看的线索，他们第一眼就看 Trace 失败恢复和可回放性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地方最先暴露平台到底省了多少工程胶水。如果没有持久化执行状态，不能回放决策，或缺乏逐步审计，失败率会上去，扩张会停步。技术原理层面说清楚一个点，这类平台真正省掉的不是模型调用本身，他们省掉的是客观测性、失败恢复和长流程编排这些工程层的工作。比如 Reason Act Observe 把决策拆成可控步骤，便于定义何时人工介入，而把执行当作有类型状态流的有向图，能在节点级别实现并行、重试和回滚。这2种设计对审计链、错误恢复和合规性有直接影响。文章里还强调2个常见误区，第一是 Agent Washing， 很多厂商把聊天机器人或 RPA 贴上 Agent 标签，真正的 Agent 要能多步决策，用工具并做动态错误处理。第二是低估治理成本，部署失败往往不是模型不够强，而是数据质量、边界不清和责任分配缺失。那么实际可做的第一步是什么？挑一个单一、数据丰富且分支明确的工作流做 POC， 示例退货流程或 ITL1 工单，把成功标准限定成容错率、人工升级率和完成时延，在2个候选平台上实现完全相同的流程做 A/B 验证。观察的核心指标包括分支处理能力、审计日志的力度、失败回滚和外部系统接入复杂度。给工程团队一个早期验证清单，验证有接口连通性，能否直接调用外部 API、Graph 或 Data 360。验证2，状态持久化能力，崩溃后能否回滚或重试。验证3，审计与 Trace， 能否追溯到每个步骤和决策理由。验证4，失败恢复策略，是否有明确的人工升级和补救流程。
选平台的实用建议。如果系统记录主要在 Microsoft 365，先是 Copilot Studio。如果记录在 Salesforce、Agentforce， 能省大量数据工程。如果你需要精细控制执行、审计和回放，优先看 LangGraph 类框架。如果团队偏向非工程化，想快速上线，生态原生的低代码体验更快见效。风险与边界要写清楚，不要被营销数字或谁更聪明吓晕。